年纪越大，也许你就会越明白，人生就是一场单打独斗。不要指望任何人来支援，也不要沉溺在舒适圈里得过且过。你要知道，能够给你遮风挡雨的，同样能让你不见天日。只有不断地夯实自己的底气，才能真正的为自己撑腰。89岁的高龄作家戴安娜·阿希尔在她的回忆录《暮色将近》中写过一段经历。他本出身优渥，但二战以后家族产业衰败，一家人四散流离，他被迫独自谋生，尝尽了世间冷暖。再加上战时他目睹了太多悲剧，付不起房租的一家老小流落街头，隆冬之时也只能裹着几张旧报纸相拥御寒。没钱看病的人黑压压地铺满了走廊，痛苦的呻吟声此起彼伏。甚至有人像流浪狗一样被活活冻死在垃圾桶旁。过往经历的种种都深刻影响着阿希尔对钱的态度。父亲那句你必须自己谋生，他从不敢忘。于是他刻苦学习，考名校，入职知名杂志社，成了收入不菲的职业女星。退休后也依然笔耕不辍，写文章赚稿费，年过70还开创了事业的第二春。因为他知道，行至暮年，钱才是老去后的尊严。当一个人缺钱，连腰都弯了几分，唯有经济独立，才能灵魂挺拔。莎士比亚说，金钱是个好士兵，有了它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。细细想来，确实如此。面对生命的无常，钱可以让你体面地欣赏世间的姹紫嫣红，日出日落。面对生活的烦恼，钱能让你从容地去生活，享受四通八达，遍野春风。面对伤害和不公，有钱就有了淡定应对不愉快的底气，让你不卑不亢，身心自由。赚到钱并且存住钱的人，才配得上更好的生活。有一个精妙的比喻，人的大脑如同仓库，外界的所有输入都变成了这个仓库里的存货。不爱学习，没有好奇心的人，这个仓库里是空的。而仓库里只有一种货物的人，很容易变成被洗脑的傀儡。想要提升自己，离不开知识的灌溉，不断汲取知识养分的人，仓库便会充实，人生也会愈加厚重。作家周岭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，36岁之前，他一直过得浑浑噩噩，也时常焦虑，并且陷入无动力状态。于是他开始广泛涉猎知识，并决定在主业之外学习一门新的技能——计算机编程。学了半年以后，领导要给办公软件升级，就外聘了编程人员。然而他们公司的业务专业性很强，外来人员根本吃不透领导的要求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周岭竟意外地成为了双方沟通的桥梁。因为他既懂公司业务，又有编程基础，等到他完美地解决了这件事，也就水到渠成地成了公司骨干。尝到学习甜头的周岭，在不久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写作，还创办了自己的公号。3年以后，他成了自媒体领域的红人，不仅收获了无数忠实粉丝，还陆续出版了3本书。一提到中年，人们都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危机，可是不断向外拓宽认知边界的周岭，早就有了与之对抗的底气，活成了标准的斜杠青年。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，丰富自己的学识，就如同在人生的一叶扁舟上装上了一面帆。有了它，我们才有足够的动力乘风破浪，驶往更大的海域，对抗莫测的命运。所以任何时候
都不要忘记充实自己的大脑，养起自己的帆。现任哈佛大学第29任校长的劳伦斯·巴科从小家境优越，深受母亲宠爱。升入中学时，美国掀起了童子军的浪潮，巴科被迫加入。可是从小养尊处优的他，根本难以忍受童子军训练的艰苦。训练第一天，他的情绪就跌到了低谷，甚至在教官的训斥下崩溃大哭。不过，巴科很快就会发现，他抵抗训练的负面情绪越高涨，训练起来反而会更加的疲惫。于是，他开始安抚自己的情绪，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，全身心地投入操练。结果短短2个月，巴科就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所有训练项目。此后，不论遇到什么事，他都能泰然处之。正是靠着极强的情绪管理能力，他一路走到了哈佛校长的位置。莎士比亚说，谁能够在惊愕之中保持冷静，在盛怒之下保持稳定，在激愤之间保持清醒，谁才是真正的英雄。面对命运的刁难，宣泄情绪很容易，但是放纵完了，除了让事情更糟，并没有任何好处。生活的高低起伏我们无法左右，个人情绪的起落我们却能掌控。你若选择平和，必春风化雨，劈山凿河，邂逅柳暗花明。没有过不去的事情，只有逃不开的心情。养好自己的情绪，你自无坚不摧。人生就像一条曲线，有高峰，有低谷，有春风得意，也有落魄时分。每个冲出低谷直达高峰的人，都有他们的低谷哲学。刘邦早期兵败彭城，亲人被俘，他不气不馁，从头再来，而后有汉。曹操宦官之后，常年被人耻笑，他没有自暴自弃，而是步步为营，终成大业。曾国藩湘军创办初期，时常吃败仗，他没有一蹶不振，反而是反省自身，变通处世之道，最后名垂青史。深陷低谷，你的心境就是你生活的样子。以豁达的心态审视苦难，从容踏实地走好每一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读汪曾祺的文字，他淡雅闲适的生活态度流露无遗，但鲜为人知的是，他的干净，他的从容背后，更多的是经年坎坷。他曾被下放到条件很差的农业研究所劳动，要做砌猪圈、刨洞粪之类的重活，休息也只能和30几个农业工人同住一屋。但是他从不抱怨，在嘈杂的环境里，他依旧看书写字。在去往西南联大的路上，汪曾祺不幸患上恶性痢疾，高烧超过40度，要打强心针。此时他还与护士开玩笑，问要不要写遗书。在西山种树，2个干馒头明显不够，他就摘酸枣、烧蝈蝈，还乐呵呵地说，人啊，不管走到哪一步，总得找点乐子，想一点办法，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？门牙被磕掉了，他依然笑着说，牙齿被打碎了没关系，好在没有全部掉，还能吃脆萝卜。如今每当我们生活艰难时，我们不妨想起汪曾祺曾说的那句话，我们有过各种创伤，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。得益于这种平和豁达的心态，汪曾祺才能在苦难中其乐无穷。不要把自己活成一个落难者，内心强大的人才是生活的赢家。真正给你撑腰的是丰富的知识、足够的经济基础、持续的情绪稳定、可控的生活节奏和那个打不败的自己。成年人的世界，能够不遗余力地为你撑腰的，只能是你自己。德国作家黑塞曾说，
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，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。读书其实就是一次内向的滋养，坚持读书，你学到的知识会一点一点滋养你的心性和灵魂，进而让你成长，让你觉悟。一个经常被知识浸染的人，能从容地应对岁月的磨蚀，优雅地走过漫长的光阴。那些读过的书终将会化作气质和风骨，让你活成最好的模样。